牛马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间谍。国安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难道这写的是真的？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个季度亏损谁负责？顾岩，你项目业绩最差，下个月裁员名单你排第一。老板的标签会是什么呢？3天后资金断裂，这些标签能干什么呢？排第一啊！恭喜提前毕业。你那项目早该砍了，能力不行就别硬撑。听说竞争公司最近缺人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祝你面试顺利。难道他都知道了？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顾经理吗？听说要被裁了。我的下属柳如烟本来试图勾引我不成，没想到抱上了老板，成了小三。不管你项目成不成，裁的都是你。这对狗男女裁我就为了给小三让位。贱人，你实习期还想不想过了？对不起，如烟姐，衣服多少钱我赔给您吧。赔？这可是2万多的高定，你赔得起吗？什么？林婉是董事长女儿？什么？林婉是董事长女儿？2万8转给你了，闹得太难看，对大家都不好。谢谢顾经理，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等我发工资就转给你。没事，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。好的。我省优秀企业家照例推动产业集群，激活区域经济活力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。未来3个月，我们将全面扩张产业规模，这是既定的战略，也是不可逆的趋势。迎接新的版图。如果把这个贴过去，贴上去了，不会出事吧？财经快讯：某科公司突发资金链危机。居然成功了！这真的是我干的？他们不是刚扩张吗？怎么突然崩了？盛科集团尚未签约，现在竞争公司暴雷，客户暂停决策，给我们3天缓冲期。亏损呢？多撑3天，但结构没变。看来命运只是被重排了，而且只有成功修改了才会扣点儿。看来只能影响短期。哟，都快被开了，还这么认真呢？哼！什么？老板让我去他办公室？什么？老板让我去他办公室？敢投对家公司简历是吧？赶紧给我滚！被开除了吧？
可不是嘛。一定是顾言干的。资金链断了，但他们没签排他协议，现在项目重新开放。要不是暴雷，我一辈子都被压着。陈总你好，我是华悦资本。听说原投资方出了问题，我们在评估替代项目，不签博权，只谈比例，方便聊吗？他们主动找上我。这次签约关键在于判断准确，有些人别把运气当能力，业绩不好迟早被裁。混蛋！如果不是我，公司早就没了。机会不等人，趁兆利倒了，立马扩大规模。老板，现在扩张风险太大，分公司刚稳住局势，现金流还很紧张，贸然扩张很容易再次陷入危机。风险我自有考量，执行就好。董事长，银行突然暂停分公司所有授信，咱们申请的新增贷款全部被拒。集团总部已启动紧急风控程序。什么？这只是因果循环，自作自受而已。顾经理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晚上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就当是道谢，你看可以吗？顾经理，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晚上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就当是道谢，你看可以吗？举手之劳。不过既然你盛情相邀，那我却之不恭了。哟，这不是林实习生吗？刚挨了训就抱上顾经理的大腿了，难怪敢泼我咖啡，原来是找好靠山了。小姑娘长得挺标致，跟着顾言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跟着我，保准你在公司顺风顺水，实习期直接过，还能给你涨工资。张总，注意点分寸。张总，你看他还护着这丫头呢，也不看看自己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还敢管我们的事儿。柳如烟说的没错，顾言，你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还学别人英雄救美，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这个狐狸精，敢勾引我老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！你放开我，疯女人！你个小三儿，敢登堂入室！今天我就替你爸妈好好教教你。张总，看来你的机会比想象中更多啊，就是不知道家里的事处理不好，公司的事还能不能顾得上？别让这些人坏了心情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刚进公司时什么都不懂，多亏了同事偶尔提点。只是柳如烟总是针对我，我也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她。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以后在公司要是再有人欺负你，直接告诉我，反正我也快被裁了，谁都不怕。顾经理，今天真的谢谢你，这么晚了还送我回来。应该的。使用能力后，头晕了几秒，这就是能力的副作用吗？如果将点数花完，是不是人就没了？以后要控制好使用的次数才行。使用能力后，头晕了几秒，这就是能力的副作用吗？如果将点数花完，是不是人就没了？以后要控制好使用的次数才行。我看不到头顶的系统，镜子里也不行。张总老婆来了，刚在大厅喊呢，保安拦不住。张建军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躲什么躲？说这是工作，你说这是谈项目。你别在这儿闹，回家说。你发什么疯？张总自愿的，你还敢站这儿？张总，上面的人在看。你们公司就这德行，给我个说法！本来只想让柳如烟出丑，现在风控介入，事情就不只是丢脸。张总要出血，
公司里有许多人要倒霉。张建军个人问题暂不评价，公司资金面问题，今天必须说明。授信暂停只是第一步，供应商催款已经开始，盛科那边签约意向还在，真正能救命的只有现金回路。你们的扩张批示谁签的？张总签的。那就按流程，暂停张建军对外签字权限。顾言，盛科的项目现在你来对接。交给我，那可是100亿订单啊！顾言资历不够，资历不够也得用，能把盛科合同落地的人现在只有他。你能保证吗？顾言，能把盛科合同落地的人现在只有他。你能保证吗？顾言，柳如烟，出去。王总监，你护着他。张总今天被闹成这样，都是他搞的鬼。你有证据吗？你昨晚坐在张总车里，张总老婆冲过来时，你挽着张总胳膊。顾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，然后得不到我就开始污蔑我？就你那姿色也配？你也就配跟小宠物相提并论。柳如烟，配合调查。你们想干嘛？张总会保我的。张建军现在都自顾不暇，哪里有空管你？蠢女人可真是胸大无脑。盛科的项目，中午之前给我一个答复。哟，这么巧，也来盛科谈合作啊？不是我说你，这样的大公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接触上的，那也比你这条丧家之犬好点。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被裁，更不会去新公司直接任职总经理。那家暴雷的公司嘛，可别帮别人背了黑锅，还在这耀武扬威的。你好，是来对接合作的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周总，想跟您澄清一下，之前外界传我们公司资金链出问题，那纯属误会，就是财务那边对接银行时出了点小纰漏，回款晚了2天，被别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瞎传，真是让您见笑了。想跟您澄清一下，之前外界传我们公司资金链出问题，那纯属误会，就是财务那边对接银行时出了点小纰漏，回款晚了2天，被别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瞎传，真是让您见笑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们公司现在现金流健康的很，上周5刚到账一笔大的融资，下周还有2个大客户要签合同，资金链稳得不能再稳了。之前那点小波折，纯属意外中的意外。我们公司现在蒸蒸日上，后续能给盛科提供的资源支持，可不是那些快裁员撑不下去的小公司能比的。您放心，只要这单子给我们，我保证漂漂亮亮完成，绝不给您添半点麻烦。刘华，上升阶段，那当然。那你上周3快速抵押的那一套房子，是为了给公司填窟窿，还是庆祝升职？你怎么知道？虽然我们公司目前确实有困难，但是我们背后林董还是很看重我们分公司，而且在这个领域，我们深耕多年。你比他实在，合同细节尽快敲定，这100亿订单就优先给你们。他看不见自己的标签，却能清晰感觉到命运的齿轮第一次真正朝他倾斜。顾言，沈总让你立刻去他办公室。顾言，沈总让你立刻去他办公室。你就是裁员名单里排第1的顾言。是。盛科那笔100亿订单谈成了，刚和盛科的周总敲定初步合作意向，意向书已经签字盖章，就等分公司这边审核通过，就能进入正式合同拟定阶段。100亿意向书听起来确实是个好消息，只可惜这份意向书是张总在职期间跟进的项目，你能敲开盛科的门，是因为你代表林氏集团，没有这个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还有，不管你谈成了什么订单，裁员名单是总部核定的，你排第1是有原因的。一份意向书不能抵消你2年业绩倒数、多次延误项目回款的过错。业绩倒数是因为张总抢占核心资源，
回款延误是柳如烟操作失误，黑锅却让我来背。我没时间听你诉苦，也不想听任何借口。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现在签字离职，分公司按照劳动法给你足责补偿，今天收拾东西离开，从此和这里再无瓜葛；第二，现在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你运气好，赶上了订单落地，但规矩就是规矩。裁员通知总部已经批了，盛科的110意向书从今天起由我直接牵头推进，后续合同对接落地全部归我负责。沈总，订单是顾经理一个人谈下来的，周总亲口认可的。我没事，你先安心在这里工作。一个实习生轮得到你说话？我知道你跟他走得近，想靠攀关系留下来，在我这里没用。沈总，你若非要裁我，我认了。到时合同出什么问题，可不要找我。你小子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到时盛科的人一来，只需沈总盖个章就行了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希望你们不要后悔。周总，您大驾光临，怎么不说一声，我好亲自迎接？跟贵公司合作，自然是想越快越好。跟顾经理的聊天很愉快，但怎么突然把项目对接人员换了？是这样的，周总，顾岩之前的工作表现不太符合公司要求，总部已经批准了裁员流程。是啊，周总，沈总可是总部重点培养的高管，能力出众，有他负责，您绝对放心。不过您放心，盛科这个项目我一直有关注，所有细节我都清楚，一定能顺利推进。那这份合同我们不签了。啊！周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项目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，怎么能说不签就不签？这个110亿项目从最初的方案沟通到风险评估，再到最终的合作意向达成，全程都是顾经理在对接。他的专业、坦诚和责任心是我们决定合作的核心原因。如果贵公司连这样一位核心功臣都要裁员，还要随意更换对接人，那我不得不怀疑贵公司的管理和诚信。要么让顾经理继续负责这个项目的对接，要么这份合作协议我们只能取消。周总，您别冲动啊！顾岩的离职只是个误会，我现在就给他恢复职位，让他继续负责对接。裁员不是小事，岂能说改就改？我只给贵公司1个小时时间，要么让顾经理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来和我对接，要么我们就直接回盛科终止合作。我去接一下顾岩。顾岩，我现在命令你立马回到公司完成工作交接。如果我不回呢？那根据入职协议，未完成工作交接擅自离职，你 N+1就别想要了。哦，现在成我擅自离职了。我现在立马把你拉回群里，回来帮忙跟周总对接一下，好不好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赶紧回来对接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你的屁话我现在还能相信吗？再见。顾哥，不，顾爹，我错了，求求你了。没了这笔订单，分公司连1个月都撑不下去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回来？回去之后，当所有人的面给我鞠躬认错。好的，顾爹，快回来吧。沈总，你的道歉呢？顾岩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我们先去把合同签了，行吗？道歉，顾岩，昨天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带我去见周总。周总，让你久等了。这样就对了。顾经理，我们继续谈细节合同吧。周总，我给你讲解一下方案。我们的方案是，顾经理，说实话，我今天来这么一出也是有原因的。我们盛科做项目最看重的就是负责人的专业和靠谱。你离职的消息让我对贵公司的管理产生了怀疑，所以才用取消合同施压。我理解，换作是我也会有同样的顾虑。不过现在我放心了，顾老弟，回头我跟老林打个招呼，你这种人才怎么能放在分公司当个小职员？怎么也得升个负责人当当。这几年老林做大了，下面管理反而跟不上了，都养了一帮什么鸟人。放心，
这个项目我一定认真负责，不辜负老哥的信任。再见，周总。好，再见。合同虽然是你签的，但这不单单是你的功劳，是全公司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公司没了你一样能活。别仗着周总对你有点好印象就太嚣张了。现在订单落定了，倒是会跳出来摘桃子了。周总夸我一句，你就坐不住了。那要是我真升了负责人，你是不是要直接卷铺盖走人？与其在这里酸，不如好好想想，你到底为这个项目出过哪怕一份力吗？林董，您不知道，这个顾言实在是不像话。盛科这个100亿订单，明明是前张总铺垫了大半年的成果，他就是捡了个漏，负责签了个字，就敢到处宣称是自己谈下来的。什么？竟然还有这种事？而且他工作能力极差，好几次耽误了分公司的核心项目，要不是有我兜底，分公司早就被他拖垮了。剩下的情况，咱们庆功宴上再说。林董，这次能拿下盛科，多亏了总部前期布局，还有我这边日夜跟进，协调各方也算尽了点力。这混蛋又抢功是吧？林董不是这样的，盛科那边预算、风险预案、合同细节都是顾经理亲自做的，周总几次发火也是顾经理一个人顶住的。如果没有顾经理，这个合同没这么容易签下来。一个实习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？端你的茶去！林董，不要听他胡说，咱们这边请。他怎么跟我女儿那么像？他怎么跟我女儿那么像？还是再等我确认一下吧。李总，您太客气了，多亏了几位领导的栽培，我才能有今天的成绩。好的，慢走。我明明戴在手上的，奇怪，跑哪里去了？今晚在林董面前，你很会表现啊！一个实习生替顾言出什么头？怎么觉得他签了个合同就能护着你了？合同是顾经理谈的，你凭什么揽到自己怀里？他谈的合同又怎么样？功劳最后不还是我的？我只是说事实。这个项目没顾经理能谈下来吗？事实，在这里我说的话就是事实。你最好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再敢帮顾言说一句话，我让你连实习证明都拿不到。你可以针对我，但你不能把功劳抢成自己的。好，很好，看来你是真不想在公司待了。我们走着瞧。林董，这是昨天晚上保洁阿姨打扫宴会厅时发现的，这看着跟您家里那条一模一样，是不是您落下的？不是我的。快，去分公司找失主，把这个重做，还有写一份检讨，承认自己昨晚在庆功宴上胡言乱语，影响领导形象。我没有胡言乱语。没有，你一个实习生，谁给你的胆子质疑管理层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写检讨，要么立刻滚蛋。顾经理没有抢功，是你抢了顾经理的功劳，还到处抹黑他。你明明什么都没做，却在林董面前说的全是你的功劳。你个实习生敢管我的事儿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开了你？沈总，别欺人太甚了。顾言，你少多管闲事。他一个实习生，敢污蔑上司，我教训他怎么了？教训？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动手，也算你的本事。顾言，大不了你俩一起给我滚蛋！安保，公司安保呢？给他俩插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林董，您怎么来了？一点小误会，我跟这实习生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要动手也是闹着玩？他背后说我坏话，我就是想吓唬吓唬。吓唬吓唬？你的屁事一会儿再说。昨天宴会上有人丢了这个，是谁的？是我的，林董。这条手链是谁给你的？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我叫林婉，我妈妈说这是我们家的信物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丢。我的女儿，
我找了你20多年，婉婉，我的女儿，对不起，是爸爸来晚了。爸，他不是闹着玩，他抢了顾经理的功劳，还到处抹黑顾经理能力差、拖后腿。我替顾经理说了几句公道话，他就当众骂我，威胁要开除我。刚才他还想打我。林小姐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对，但我抢功可从来没有啊。你不承认是吧？在分公司我说的话就是事实。再敢替顾言说一句话，我让你连实习证明都拿不到。他谈的合同又怎么样？功劳最后还是我的。林董，这是断章取义。好一个断章取义！那这些盛科项目的全部流程记录也是断章取义了。沈兰，你抢功邀赏、污蔑同事、欺压新人，林氏集团里容不下你这种败类。从现在起，你被开除了。总部会严查你经手的所有事务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会追究到底。顾经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专业过硬，还在我女儿受委屈时挺身而出，这份恩情，我林建国记在心里。不，林董，您言重了。从今天起，顾言正式任命为分公司总负责人，全权负责盛科的100亿合作项目，所有资源全力配合顾经理。顾经理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可能连替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不用谢，你替我说过公道话，我护着你也是应该的。顾总早。顾总，这是目前分公司所有项目清单、人员架构，还有沈兰在职期间违规操作的初步核查报告。辛苦了，沈兰那边呢？总部已经派人接管，所有权限全部冻结，柳如烟也被一并带走配合调查。还有，张总那边涉及挪用公款、私生活混乱、违规签字，正式立案了。按流程走，该追责追责，该补偿补偿，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浑水摸鱼的。明白。周哥，顾老弟，恭喜啊，正式掌权分公司。我跟老林昨天一块吃饭，他特意提了你，说要把集团几个重点项目往你这边倾斜。多谢周哥提携，别谢我，是你自己争气。对了，100亿项目的首批资金今天就会打到分公司账户，后续团队我已经配齐，你这边随时开口。请进。顾总，我早上做了点汤，我给您带了一份，味道很好。您喜欢就好，我以后还可以给您带。爸，林董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爸，好了，不逗你们了。今天过来，一是看看分公司情况，二是有件事要正式托付给你。顾言，盛科的100亿订单只是开始，集团接下来会把华东区的核心业务全部放到这个分公司。我要你把这里做成整个集团的标杆。林董，顾言不会让你失望的，我一定尽己所能。还有小婉，她刚回来，很多东西不懂，我不放心交给别人，以后你多带带她。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林董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，没人能再欺负他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这双手，摘过危机，改过小命，护过好人，惩过恶人。能力从来不是原罪，怎么用才是。改写刘华的命运，扣1；改柳如烟，扣1；推陈川的机遇，扣1；转移资金断裂，扣1。前后后扣掉的不少，可现在不仅补回来了，还多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才是能力真正的规则。你可以改命，但不能逆天；你可以借力，但不能失德。顾总，成了，首批资金到账了5个亿，银行那边直接打电话过来确认，授信全部恢复，还主动给我们提高了额度。知道了，通知各部门半小时后开会，分配项目资源。
看不见自己的标签又如何？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命运。盛科100亿项目正式启动，王敏，你负责整体统筹。林婉，你跟着王敏学习对接集团。好，好。我能做的就是给你们一个公平的舞台，剩下的我们一起拼。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，大家散会。顾总，您刚才真的好帅。好好工作。嗯。虽然我能看清命运，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。不是我瞧不起你们，顾岩现在坐稳了分公司一把手的位置，背后还有林建国和盛科，你们几个凭什么扳倒他？凭他项目再大，也要靠人、靠货、靠口碑。只要有一个环节断了，他就得摔跟头。他现在最关键的是核心配件供应和中期验收。新源那边的对接人老周贪小便宜，吃相又难看，只要钱到位，他完全可以拖货。货一断，项目立刻乱。我在林氏待了这么多年，供应链上谁是什么德性我最清楚。老周这种人，给点好处就能替人办事。我以前偷看过顾岩的项目进度表，技术组人不多，节奏卡得很死。只要在论坛上散布消息，说他方案有漏洞，再放几张裁剪过的截图，盛科那边一定会起疑。苏曼，圈子里出了名的会谈生意，也最懂男人。顾岩再谨慎，也终归是个男人。你们断他的货，我坏他的名声。你想怎么做？先找个正当由头接近他，只要他肯赴局，我就能从他嘴里套出物流排期和备选方案。就算他不肯松口，我也让他身上沾点洗不掉的脏水。到时候盛科会怎么看他，林氏又会怎么看他？就凭你以为顾岩是那么容易拿下的？我可不像某些人，自己勾引不到，反而落得一身脏。好了，先就这么办，先断货，后造谣，最后再由苏小姐把他拖下水。如果还不行，那就直接毁了他的货。顾总，不好了！新源那边突然通知说仓库出了问题，原定今天发出的核心配件至少要延迟10天。新源是这次项目的核心供应商，这批配件一旦卡住，后面的组装调试都会被拖住。据要求的节点只剩半个月，10天，足够让整个项目陷入被动。我亲自给他打电话。喂，我是顾岩。顾总，实在对不住，仓库电路出问题，好多配件都受潮了，实在没法发货，我也没办法啊。我的能力又进化了。周哥，既然仓库出事，那就更不能拖。我马上派团队和物流一起过去，帮忙排查问题，顺带把没受潮的配件先拉走。剩下的，我们加急让工厂赶工，费用由我们承担。你看怎么样？这不太方便吧？仓库现在乱糟糟的。周哥，都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，盛科的项目要是黄了，对新源的口碑也不好吧？我听说创科最近总有人往新源跑，周哥可要把握好分寸。林氏的合作可比那点小好处长久多了。顾总别误会，我这就安排人整理仓库，你们的人现在过来就行。能拉走的配件我全给你们准备好。技术组和物流立刻出发，能拉的货先拉回来，再查他们的资金往来。明白。技术组得反馈回来了，仓库根本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是发货单被压着没签。我们调查了银行流水，创科那边确实有一笔匿名款项进了老周小舅子的卡里。证据虽然还不够直接，却已经足够说明问题。山雨欲来风满楼。林氏顾岩负责的盛科100亿项目方案存在重大漏洞，或将引发技术故障。顾总，论坛上的帖子你看到了吗？周总已经关注到了，你们必须立刻给出解释，不然中期验收可能要暂停。李经理，这就是恶意造谣，我们立刻发布完整方案和测试报告，同时法务取证。下午我亲自去盛科，当面解释。立刻起草一份澄清公告，半小时后开会讨论。我要看到完整的方案、测试数据和第三方验证报告。
长明公告只能只写，真正要稳住合作，还是得靠硬实力。周总，谣言不怕，怕的是有人借谣言破坏合作。发帖账号的来源、截图流出的路径，我们都已经查到，背后就是创科。创科的核心人员，则是之前从林氏离开的沈兰、柳如烟和刘华。周总，方案没问题，论坛那篇帖子明显是在带节奏。顾老弟，是我着急了，这个项目盛科继续按原计划推进。顾总，有位自称华运物流商务总监的苏曼想约谈见面，表示可以提供备用运输方案，帮林氏解决接下来的物流风险。顾总，华运的资质表面上没问题，但背景有点杂，要不要推掉？见。顾总，久仰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我们继续谈合作吧。顾总这么防着我，是怕我吃了你？苏总既然这么有诚意，不如先说说华运打算怎么接林氏的单。顾总放心，只要您给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如果你们真想接单，就看周日晚那批货的响应速度了。那批设备最关键，过了盘山线，项目就稳了。机会有的是，就看华运接不接得住。包厢里有偷拍设备，苏曼和创科是一伙的，把会所监控他的出入记录、设备来源全拿下来。另外，把周日晚的物流牌型继续放出去。您是故意让他听见的？他们想要，就给他们一个假的。这次我要让他们自己跳进来。哈哈，我就说，男人最难过美人关。周日晚10点，盘山公路，林氏那批核心设备一定要给我拦下来。只要这批货一废，盛科中期验收必定出事，到时候项目就算不黄，顾岩也得被扒层皮。论坛造谣没压死他，供应链也没拖垮他，我就不信货砸在半路上他还能翻身。做干净点，事成之后，林氏的客户资源我全给创科。好，我现在就联系人手和媒体，准备行动。顾总，要不要改道？创科的匿名转账，沈兰偷偷踩过盘山路线，刘华到处打听物流排期，苏曼和赵鹏私下往来频繁，所有线索都在指证同一个结果，他们要在运输路上下手。改道会惊了他们。既然他们已经认定周日晚动手，那我们就顺着演下去，让安保车队夜间出发。真正的核心设备改周六深夜提前运走，周日晚照常发车，车上只装空箱，增添安保用备用路线护送，向交警部门提交运输安全申请，行车记录仪和隐蔽摄像机全程开启。把起诉材料先准备好，人和证据我都要。就是这辆，扎胎必停，动作快点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涉嫌蓄意破坏运输车辆，危害公共安全，带走。中计了！怎么还没有回信？不会出事了吧？我是沈兰。你是沈兰，你涉嫌教唆他人破坏生产经营，现在立刻留在原地，配合调查。跑！沈兰、柳如烟、刘华还有苏曼涉嫌组织教唆他人破坏生产经营，恶意造谣诽谤，非法偷拍并试图窃取商业信息，现在依法对你们采取强制措施。顾总，人赃并获，沈兰4人已经被正式拘留，创科也因涉嫌多项违法行为被查封。盛科那边收到情况说明后，表示中期验收照常推进。好，项目目前进展如何？项目组已经开始准备下一轮联测，局面终于是彻底稳下来了。
标签定生死，人心改显命。刘华、沈兰、柳如烟，还有那些躲在暗处下棋的人，葬送你们的从不是什么标签，而是你们与生俱来的高傲和贪念。公司决定进军文娱产业，小顾啊，鉴于你之前的表现，这块的业务也全权交给你负责吧。没问题，林氏文娱宣传线要打第一枪，必须一炮而红。作为我们的首个影视项目，下个月就要发布，女主必须是有热度的人。顾言，这事儿你亲自去谈。可以谈。顾总，林悠悠风评一般，耍大牌的传闻不少，咱们要不要再看看别人？时间来不及了，眼下能扛起热度的人，他最合适。听说你们要拍集团形象片，剧本带了吗？女主戏份太内敛了，不够炸。我要加几场高光戏，还有结尾那段哭戏删掉。我不喜欢哭得太丑的镜头。角色核心就是克制和爆发，删了，人物就立不住。顾总，观众要看的是我，不是角色。你找我来，不就是为了流量？合作是双向的，你要热度，我们要作品。如果只是拍一支空壳广告，那我没必要付这么高的价。如果只是拍一支空壳广告，那我没必要付这么高的价。有意思，陈科，记下来，我要单独化妆间，不接受夜戏。拍摄期间，所有通稿必须优先突出我个人。水呢？我要的37度的水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给我拿的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去换。顾总，合同我可以签，但你最好明白，我的时间很贵。那就希望你拿出的东西配得上你的价钱，还有对你的助理好点。这段不合理，为什么他明明爱男主，却还要转身离开？这不是有病吗？因为人物背着家仇，也背着现实压力。他离开不是不爱，是不敢。观众哪儿懂这些？改成他回头拥抱男主，这样才有爆点。那就俗了。俗总比铺盖强。悠悠姐，等会儿还有品牌方探班，时间快到了。我说话轮得到你插嘴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最近是不是觉得有人替你撑腰了，就敢在我面前摆脸色？够了！你干什么？这里是片场，不是你发泄脾气的地方。他是你的助理，不是你的出气筒。你为了一个助理，当众给我难堪。顾言，你会后悔的。不是给你难堪，是提醒你做人做事都有底线。林氏集团高层借合作之名，对女艺人言语骚扰，暗示陪酒。没想到，林悠悠的报复会来得这么快。有些合作看着体面，实际上脏得很。做人还是要有底线。顾言，这件事影响很大，你必须立刻给集团一个交代。现在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，林悠悠那边显然是有备而来，水军营销号偷拍视频几乎同时下场。片场监控保存了吗？法务已经第一时间拷贝了，但现场角度有限，只能证明你阻止他打人，不足以完全还原前因后果。那就够了。现在不在平台上回应吗？先按兵不动，收集他所有造谣证据，统计负面影响带来的损失，统计负面影响带来的损失。现在网络舆论风波也不用管吗？他要的是我们自乱阵脚，越急越容易掉进他挖好的坑里。顾总，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为什么道歉？被打的人是你，被骂的人是你，被牵连的人也是你，你在替谁道歉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
林悠悠不会跟您撕破脸。现在网上骂得这么厉害，项目也可能黄掉。项目不会黄。陈科，你会演戏吗？顾总，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演戏？学过。就没遇到过这么难伺候的。喂，这么晚试什么戏？是这一段。顾总，我很多年没碰过这些了，而且我只是……你先演，不行咱们就到此为止。如果可以，未来的路你自己选。好。我准备好了。各就位 ，Action！ 你说他走了？他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说等我回家吃饭，你现在告诉我他走了？我还没来得及，妈，我还没来得及。对不起，导演，我没收住。别说话。你表演跟谁学的？电影学院表演系，读了2年，后来退学了。退学？家里欠债，母亲生病，我需要钱。啊？这你从哪儿挖出来的？不是我挖出来的，是他本来就在那里，只是一直没人看见。一个没有作品的助理，不可能接得住这么大的项目，风险太大了。林悠悠恶意抹黑合作方，损害项目名誉，无故罢工，片场施暴，已经构成重大违约。法务按条款解除合作，启动索赔程序。您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不是我做绝，是他先把路走绝了。顾总，那女主呢？女主换谁？陈科。他？顾总，您疯了吗？一个助理连镜头经验都没有，怎么扛首发项目？现在外面本来就在等着看我们笑话，换他上，不是自己送把柄吗？你说他走了？他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说等我回家吃饭。真的是那个小助理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他走了？这真是他？你们要的是一个流量花瓶，还是一个能让作品立起来的人？热度我来做，风险我来担。这个项目，我只要最适合的人。顾言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你为了个拎包的，真要跟我撕破脸？谁先撕破脸的，谁心里清楚。我不过发了条微博，你就受不了了？还是说被我说中了？监控录音违约记录，你近半年对工作人员的投诉证据，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。林悠悠，你可以继续闹，但后果你自己承担。他竟然已经掌握了这么多东西，就算你弄走我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真指望一个助理替你翻身？顾言，你等着吧，他会被骂得比你还惨。陈科，你给我提了3年包，端了3年水，现在也配合我抢角色？我没跟你抢，那你现在站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只是终于不用站在你身后了。导演，咖啡。灯光师，你的咖啡。收工了，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这些事以后不用你做了。从现在开始，
你最重要的工作是演好戏，其他的会有人做。走位、眼神、呼吸、停顿，你一定要注意，几乎这每一条都抠到细处。还得是陈科命好，踩着林悠悠上位，我们就等着看他笑话，等他在镜头前原形毕露。你别走！咔，过。先回车里。我刚才演的还行吗？不是还行，是很好。谢谢，希望不辜负大家的期待。一个端茶倒水的也能演，顾总眼光够特别，真是完了。这算不算另一种潜规则？被赶走还要给别人铺路。对方明摆着就是想毁掉陈科的口碑，再这么下去，片子没上线，他先被骂废了。把林悠悠过去半年耍大牌，辱骂工作人员的证据分批放给几家可信媒体，不要一次全放。您是想？他不是喜欢带节奏吗？那就让他自己尝尝被节奏反噬是什么滋味。明白了。顾总，徐导让我把这份修改版给您。你看评论了？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。我以前确实只是个助理，没有作品，没有资历。你把我放在这个位置，本来就要承受很多质疑。所以呢，你后悔了？我只是怕我做不好，最后让你也变成笑话。你从来不是笑话，你是我亲手选的人。别人质疑你是因为他们没看过你的戏，等作品出来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在那之前，你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，只要对得起镜头，对得起你这段时间吃过的苦就够了。我明白了。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早戏。我操，这真是助理上位那个陈科，这演技本来是来吃瓜的，结果被这条预告。说实话，光这一段就比某顶流一整部戏都有。眼神杀疯了。顾总，爆了，真爆了！招商那边电话打疯了，还有2个平台主动加预算，要买独家采访。让宣传部准备第2波物料，重点放陈科的单人片段和幕后训练花絮。已经安排了。还有，林总刚来电话说总部那边很满意。顾总，看见热搜了？看见了。感觉怎么样？像做梦。梦还没做完，接下来首映、采访、商务、综艺都会来。我怕我应付不好。你行的，镜头会替你说话。他说我行的时候，仿佛真的能替我看到未来。林小姐怎么看换人后陈科热度？娱乐圈不是谁有一时热度，谁就能站稳脚跟。靠运气捡来的东西，迟早也会靠实力还回去。把之前收集的资料联系几家主流媒体，相信他们会很感兴趣。好的，顾总。林悠悠，这次可又是你先出手的。之前替他说话的，快出来挨打，恶心吐了！我方取消所有关于林小姐的代言合作。老板，对方证据链太完善了，实在没办法澄清啊。这林悠悠真不让人省心，尽快跟他切割吧。我曾是林某手下的员工，我要举报。原来之前那个潜规则热搜是倒打一耙，他打助理也太狠了吧，这都算职场霸凌了。顾言那句他是你的助理，不是你的出气孔，现在回看简直帅呆了。这群墙头草！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。我风光的时候，我做什么人们都愿意替我遮丑，可一旦我不行了，那些曾经被压着的怨气便会成倍反扑。
来来来，各位观众，咱们来看看那个陈科演的到底怎么样。你的母亲病情又严重了，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我错了，我先跪。他眼泪一掉，我跟着心口发酸。这不是演技好，这是直接把人带进去了。你再说他演技不好，我第一个不服。顾总，你选角的眼光绝了！新剧一播出，热搜被陈科哭戏、陈科厨房独角戏屠岗了。是陈科自己争气。耀星文化的官方账号粉丝暴涨，连林氏集团股价都跟着涨了一截。哦，是吗？那可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这一仗你打得漂亮。从助理到爆红新人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是终于明白，人可以被埋没，但不该自己放弃自己。那对你来说，最重要的伯乐是谁？是顾总。在所有人都只把我当助理的时候，是他先看见了我。我踩了3年的助理，竟然真的能一夜翻身，真没想到顾言居然能狠到这个地步，一点退路都不留给我。谁让你进来的？顾言，我们谈谈。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。你非要把我逼死吗？那些料你放出去干嘛？你明知道这个圈子有多现实，你这样做就是断我的路。断你路的人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我不过就是发了条微博骂了几个人，圈里谁不这样？凭什么别人都没事，偏偏轮到我就要完？因为别人没蠢到在自己最得意的时候，把所有恶意都摆到台面上，更因为你从来没把别人当人看。顾言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撤掉那些东西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肯松口，什么我都愿意做。林悠悠，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也不是输给了陈科，你是输给了那个自以为永远高高在上的自己。顾言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，这件事没完。陈科，踩着我上位很爽吧？不是我踩着你，是你自己把自己推下去的。以前我怕你，是因为我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忍让换不来尊重，只会让你觉得我永远都该站在下面。林悠悠，我不是以前的我了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让我们有请此次最佳新人和最具人气女演员陈科。陈小姐，恭喜你能站上这个舞台不容易，你现在紧张吗？说实话，我现在很紧张，但是能站在这里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。现在让我们把奖杯颁给我们的最佳女主角。谢谢大家。这一路走来，肯定有不少帮助你的人吧？那你有没有特别想感谢的人？那就先谢谢曾经没有放弃的自己，谢谢徐导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工作人员，谢谢我的母亲，教会我再难也要抬头往前走。最后，我想谢谢一个人，谢谢那个在所有人都只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，站在别人身后时，先看见我也能站到灯光下的人。顾言，谢谢你，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是你顶着舆论压力捧起了我，是你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鼓励我，是你成就了我，我真心的感谢你。